大家晚上好，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直播啊，稍微等我一下，这个因为刚刚正在看 Tiny Fu 做的新影片啊，这个家伙已经做了一个2分多钟的影片了啊，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现在大家拿着这个 Sora，拿着一大堆的这种视频工具以后，终于是开始疯狂的去，这个创造各种各样的内容了，对吧？这个就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了。像视频这个事情，从去年年初吧，OpenAI 号称要去开始做 Sora，就一直到现在，大家才终于说，哎，我们要去拿这东西做视频了，对吧？这个还是有很大差异的。然后我的好，对，准备就绪。沙发又是你的啊！你这太早了，这个呀，这个，哎呀，这个 ATT 你赶上了，真不容易。怎么没人呢？人在这儿呢，对吧？虽然现在只有20多个人啊，但是人还是在呢。不用等，这不是已经开始了吗？这个小米这一条呢，已经让我现在，哎，我看看今天又掉了几个了啊？昨天啊，那天掉了10个，第二天掉了9个，就是这个关注在下降。今天好像，哎，今天是掉了5个，没问题，继续在下降，还是可以接受的。等一会儿不用等，马上就来。好，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亚马逊中国卖家是不是在大撤退啊？然后得出的一个结论就是，这个最懂中国税务局的电商平台就是亚马逊啊。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详细讲。在讲这个故事之前呢，先讲一下这2天的一个安排吧。明天应该会再更一条啊，明天早上应该没节目了。后天早上的话，应该去挑一个节目来更吧。现在我有2个选题，一个呢是这个荷兰制裁中国芯片公司的事情啊，还有一个是美国这个拿了比特币的事情啊。这个结果导致现在比特币暴跌，比特币现在已经快跌到10万以下了，对吧？这2个我准备挑一个来讲一讲啊，这就是周末的一个安排。至于说会员节目的话，我需要稍微的想一想。看看会员更新什么啊，然后，咱们今天呢，反正一个节目，然后后面呢，多留出一点时间聊天啊，所以有什么问题，有什么要聊的，大家赶快说啊，让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咱们就尽量积攒一些问题，咱们自己聊的开心是最重要的啊，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小米又出车祸了，这次车轱辘掉下来了，挺好的。小米大概是卖了几十万辆车了吧，也该出点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对吧？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而我那天听了一个说，为什么现在大家都在骂小米啊？这个后来有人总结的原因是这样的，就是小米不给任何车评人钱啊，也不给任何人充值，因为雷军自己就把车都卖了。所以很多的车评人呢，花了很多钱去买车，然后去做了评测，做完了以后，虽然当时有流量，但是始终没有收到小米的钱啊，所以就开骂啊。这个我觉得呢，不能完全是这个原因吧，但是呢，这个原因也在其中之一吧。其实各家的车企都出车祸啊，都出问题。出了以后呢，就是有些车企会把帖子删了啊，有些呢就说你们去说吧，别太过分，我就懒得管你
啊，然后呢，我也不去充广告费，也不去充值。其实特斯拉也不怎么充值，啊，特斯拉以前都没有市场部，后来中间有一段时间有市场部，然后又把市场部干掉了啊。就是马斯克说我要认真干活的时候，就把市场部干掉了。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反正对于小米来说，他想接着往前造车呢，被人骂这个事儿是避免不了的啊，总是要被人骂的，是骂着骂着就习惯了啊，所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好吧，这个咱们先不讲这些了，咱们还是讲今天的主题吧。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亚马逊中国卖家大撤退，最懂中国税务局的电商平台出现了。先说结论啊，现在呢有一种网络传言说亚马逊上很多的中国卖家撤退了啊，很多的商铺关门了，很多的商品下架了，对吧？中国卖家跑了。这个事儿准不准确呢？先说结论啊，不是完全准确，确实有很多的中国卖家撤店了，也有很多的中国商品这个下架了啊，然后也被处罚了一部分。但是呢，中国卖家的总体活跃度其实在不断的创新高。2025年9月，亚马逊国际站上中国卖家的活跃度首次超过了50%。就是亚马逊国际站上啊，不算国内，国内其实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生意了。就是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亚马逊上，活跃度，就是说你在上头做交易的这些人啊，大概有1半以上都是中国卖家。原因其实大家也能想得清楚了，就是国内有这么多人失业，这么多人没事儿干，然后很多人英文还不错，那就跑出去卖东西呗，对吧？又是各种产能过剩，我们现在连店小二都产能过剩了。所以虽然他们在进行大量的处罚，很多撤店了，但是呢，也有很多商家在努力的在活下去啊，这个就是现在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中国卖家到底是为什么离开了呢？对吧？进去的这些咱们先不说，咱们走的这些人是为什么啊？有些人说是关税战啊，这个肯定绕不过去，对吧？你现在卖到美国去的东西变贵了啊，卖到日本去的东西好像没有怎么变贵，但是卖到美国去的东西变贵了。那么这个肯定是会让这个一部分的这个特别打低价的这些人就玩不下去啊，这个是肯定会出现的。但是这个呢不是今天要讲的内容，还有一些呢是被处罚了啊。这个其实亚马逊一直在去处罚中国卖家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假评论啊，它的治理又升级了，就是有些人在下头留评论说啊，我好喜欢这个产品真好，或者跑到别的产品下边去留评论说这个人好傻。对吧？他怎么可以买这样的东西呢？就智商有问题吧，对吧？这些呢升级了以后呢，确实是让一些店家受到了处罚。还有就是叫赃物新政啊，就是以前有在亚马逊上卖赃物的，这个你比如说在上头去卖包啊，卖什么的，可能是那边直接零元购回来的东西他去卖啊，这个现在不允许了。还有一些呢叫受限电子产品啊，什么意思？就是数百万未经授权的电子商品被清空了啊，有很多的国内抄来抄去的、仿来仿去的这些东西啊，没有品牌、没有授权的啊，这些是要下架的。还有呢，就是一些平台自身的这种店铺瘦身啊，对吧？因为有很多的商品品类挂在上的长时间是没有销量的，那么现在就直接把它们都清掉了。当然，这个呢也不是今天要讨论的重点啊。那今天说什么呢？今天说的东西叫国务院令啊，第81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啊。咱们今儿讲这个，这是一个总理令啊，就是由李强亲自签的这个命令。它呢应该是6月20号下的，然后6月26号呢，国家税务总局还发布了关于互联网平台企业报送涉税信息有关事项的公告。这是2025年第15号公告，对吧？这个是今天咱们要讲的东西啊。中国的电商呢，准备迈入新纪元了啊！电商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都是野蛮生长的，就是大家也不交税，有个人的，有公司的，都在那上头玩耍啊。那么电商平台现在要主动向税务局去申报卖家的销售数据了啊，谁谁谁卖了多少东西，收了多少钱，这个要去报去了。电商卖家呢，以后就要去缴税了啊。其实一些大的卖家一直也在缴税，但是一些小的呢就不缴税，或者一些大的卖家呢也会分散开啊，通过不缴税的方式降低利润啊，去跟人打价格战啊。这个以前都是一个常态，以后不行了啊。那么为什么说亚马逊是其中最懂中国税务局的平台呢？
啊，这个待会儿咱们再详细来讲。互联网电商平台要主动按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卖家数据了啊，这个是10月份是第一次，就是以前是出文件，然后呢要求你看6月份发的文件，然后呢是6月份是第2季度结束了嘛，第3季度7、8、93个月，这3个季度的数据呢是10月份报啊，10月1号到10月31号，你把它报上去，就算是成功报送了。那么以后呢，是电商的商家自己要主动去报税，然后电商的卖家啊报完税以后，这个平台呢再按季度向税务机关报送卖家的交易数据，但是呢不进行代扣代缴啊，像有些比如个人所得税这个，你报完了以后，实际上就是替你扣掉了啊。那么现在呢，就是平台要向税务机关报啊，谁谁谁卖了多少东西，谁谁谁卖了多少东西啊。但是现在呢，他们说，哎，我们记录卖掉的啊，还要记录退货的，对吧？因为退货的你如果没给人记上的话，那这个税就交惨了，对吧？所以啊，电商会去做这件事情，然后税务机关呢会核对啊卖家自己报送的数据跟电商平台报送的数据，如果发现有出入呢，就将卖家划入重点监控列表，进行税务稽查啊，就是以后要干这么一个事儿。那么电商卖家呢，这次就麻烦就来了啊！第一个是什么？就是利润过低，有好多压根就没有留出税钱来，对吧？可能卖了4、5年了啊，从来也没想过要交税，现在一说，哎呀，交税了，对吧？中国的法律向来是要倒查的啊，所以以前你卖掉的这些东西，以后都是要有可能会被补税的，所以很多的电商卖家就一下疯了，说啊，这怎么可以啊？我这个钱都已经花掉了，对吧？也没挣多少钱，你还要让我交税啊？而交不上来还有滞纳金。弄不好还有其他的一些刑事责任啊，这事很烦。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电商里头有好多个人卖家，对吧？他没有公司，就是自己一人，我坐这吭哧吭哧就开始卖东西了。个人卖家，你最后把东西卖掉了以后，要征个人所得税的啊，你没有增值税要交，你也没有企业所得税要交，你也没有任何的这种叫做什么费用抵扣啊，什么都没有。挣的所有的利润，通通都要去交个人所得税啊，这个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儿啊。以前有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搞个副业吧，我这个没什么事儿了，我去卖点东西吧。那以后这些人就别混了啊，因为他一旦卖东西了，就要去交个人所得税。还有一些卖家呢，会遇到一个很麻烦的事儿是什么？没有进项发票，对吧？你按道理说交增值税呢，只交这个增值的部分。你比如说1块钱买的啊，10块钱把它卖了啊，这个不太好，这个例子啊。咱们9块钱买的吧，10块钱把它卖了，对吧？你只需要对这多出这1块钱去交税去。但是如果上一家没给你开发票呢，你就没有办法证明你这东西多少钱买的，对吧？你就要对10块钱整个的去交增值税，这个是非常麻烦的，因为国内特别是一些小的东西吧，真的是没有发票。你要让他开发票呢，很多这种家庭小作坊啊什么的，他可能也要去地儿去买票去啊，上那个税务局有代开发票的这种税务局。对吧？这个整个的成本就又要上升，那么这个事儿也是一个很痛苦的问题啊！大家注意啊，要倒查的啊！你以前卖了几年没开过发票的，这个都是要倒查的，是要按照你整个的销售额去交这个所得税和增值税的啊！这个是非常非常重的。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就是广告费和达人带货费用呢，有的也没有发票啊！这个你说我找达人给我带个货啊，这个。给他点现金啊，或者打个什么钱啊，就过去了。那么这个也没有发票回来啊，你也没有办法把它记到成本里边去，对吧？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达人带货和广告费啊，如果超过了15%，对吧？你就没有办法再计入成本了，你就要算收入的部分要去交税了啊，所以不能打太多的广告，对吧？原来没有计算过这个问题，那么现在通通要查后账。当然了，这个都不算最惨啊，最惨的是什么？最惨的是刷单的，对吧？在淘宝上也好，亚马逊上也好，各个平台里头，有很多人是刷单啊，这个就是为了刷排名，刷到靠前嘛。那么这些交易本身是虚假的啊，那这个不管啊，刷单了你也得交税，对吧？以后吹牛通通要上税。所以呢，对于这个电商平台来说，我们只管报就完了啊。那么对于这些卖家来说，天塌了啊！真的天塌了。虽然从去年12月底就开始说要干这件事儿，到今年6月份下文件，但是他要倒查呀，这个事儿怎么办？
所以大家现在都在想办法啊，装成一个乖宝宝，对吧？要避免被盗查啊，谁会盗查，谁不会盗查，咱们待会儿再讲。那么海外电商平台卖货的这些卖家怎么算呢？啊，你说我在亚马逊上卖货啊，我在Shopify 上卖货啊，或者我到这个虾皮啊或者什么这样的地方去卖货，这怎么算呢？这个你即使是在亚马逊卖货，卖完货以后货款不回国内啊，比如你把货款弄到新加坡去，不管啊，亚马逊将所有的中国卖家信息通通报送，只要你是中国人啊，你在亚马逊上卖东西，甭管你的货款去哪儿了，通通都报送了。啊，你要么是中国的公司啊，要么是中国的个人啊，通通都报送掉。所以啊，这个你甭管你在亚马逊美国站、澳大利亚站、什么日本站哪个站卖东西，啊，这个收款账号在什么地方都不重要了。中国公司或者中国个人啊，在亚马逊上的店铺啊，这个都是报送掉了。那么为什么说亚马逊是最懂中国税务局的电商平台呢？对吧？你说又不可能别人不报，只有他报，对吧？京东啊也。淘宝、天猫啊、拼多多、抖音、快手全都报啊，对吧？为什么亚马逊是最厉害的一个啊？跟这个中国税务局配合的最好呢？亚马逊有一点做的特别绝啊，这个其他平台都不敢，只有他敢。他干嘛呢？就是你正常情况下，这个你向税务局报的这些信息吧，你是要跟商家说的，对吧？我跟税务局报了啊，你今天啊卖了100万的东西啊，这个我也给你报上去了，然后呢是。单价多少，一共这个多少这个金额啊，我这都已经报到税务局去了，啊，这个你要跟商家说，这样商家才可以去到税务局报税的时候啊，跟这个数对上，因为一旦对不上的话，就有可能被盗查呀。但是亚马逊说了啊，这个我不告诉你啊，我向税务局报了多少，我不告诉你啊，你这个自己去报你自己的，你不用在我这做任何操作，我也没有任何的后台啊或者是什么路径。让你去查到啊，我向税务局报了你们家的数是多少，所以这个就非常恶心了啊，对吧？你说我这儿卖东西在亚马逊上卖完了以后，我上这个税务局去报去了，报完了以后，税务局说，哎，你这个跟平台报的数不一样，你都没地儿去自纠自查去，你说我这到底哪儿不一样，多了少了，差多少钱？你告诉我，我好回去改数去，对吧？我好回去编去，没有，对吧？这就没法弄。然后你到亚马逊说，哎。你上面报了多少？然后这个税务局说我这个不一致，到底怎么情况？亚马逊也不理你啊，所以这个对于中国卖家来说是很惨的。那对于税务局来说就很开心了，对吧？虽然你自己上我这报税了，但是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大家还记得原来这个薇娅是怎么折的吗？对吧？说哎你偷税漏税了，然后赶快自纠自查，拿了一堆这个钱去交税去了。然后税务局说，哎，你这个自纠自查的很多的项目我们都没发现，你发现了。但是我们发现的有一项你没发现啊，那你偷税漏税了，直接封号啊，这辈子不能再出来做直播了。所以我说这个亚马逊是最懂中国税务局的电商平台，没错吧？对吧？他干了这么一个特别恶心的事情。那你说有什么方法可以躲吗？对吧？有什么方法可以规避这些东西吗？建议大家别动歪心思啊。现在呢，有些人在分拆小规模纳税人啊，就是我们让每一个店铺、每一个账号收款的账号都不要变得太大啊。这个呢，大家要小心一点，因为税务局也专门打招呼了，近期进行分拆、进行店铺变更的啊，或者是进行这个收款账号变更的啊，请在报送的时候单独标记出来。所以呢，这个人家早想到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去干。如果原来规模就不是很大的话，啊，在这个数据上升的时候，可以考虑多开一些小号。但是你想，你多开小号了以后，你也需要去为这个小号再去买流量，再去这个整一整套的这个手续啊，其实成本也未必这个划算啊。所以呢，这个就不要动什么歪心思。税务征收呢，本身它也有成本，对吧？所以太小了，它其实是不太管的啊。你大了以后的话，看怎么处理。还有些人呢，赶快去注销公司去了啊！注销公司和店铺这件事儿呢，如果是7月份注销，比如说你7月10号把它注销了啊，因为你想10月份报送的是7、8、9、3月的，对吧？如果你是7月10号去注销的，那么电商平台会把你1号到10号的数据再报上来，然后再告诉说，哎，这个家伙10号注销了，对吧？你这个肯定属于是让税务局盯上你啊，让你好好去查一查。啊，如果是6月20号之后啊，就是6月20号是
国务院这个文件发下来之后你注销的，也是需要报送的啊。这个专门有这个说明啊，你必须要把这个6月20号之后注销的，通通都报送上来。你说我这6月20号之前注销了行不行啊？那没事啊，这一次至少他就懒得管你了。那么这个里头呢，还有人干嘛呢？就是灵活用工平台啊，曾经帮助大量的自然人注册个体工商户，把高额的劳务报酬转换成这个经营所得啊，这个以适应这个核定征收的低税率。这个事儿呢，现在也被拎出来讲啊，说你们也不能干这种事儿啊，这个也是会被重点关注的。其实现在不怕别的，就怕重点关注，对吧？这个税务机关还专门说了啊，所有分拆的、关店的、刷单的都要报送啊，不能在这个里边做任何的这种隐藏啊，这个是专门有要求的。那你说电商这一把是不是会被重锤给锤的又喘不过气来呢？一锤一锤接一锤的，对吧？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需要报送啊，这个海外的买家信息是不需要报送的，海外的卖家信息或者是在海外销售的啊，这个是不需要做报送的啊，这部分不用管。像 TikTok、Shop 这些啊，这个在境外卖家的啊，他们也是不需要报送的。这个商家自营啊，比如说像这个京东这样的啊，我商家自营的啊，或者是 Tmall 这样的啊，这个全托管模式，平台自己交税就好了，你也不需要再报送什么别的了。所以呢，这个副业这件事儿就不存在了啊，就不要再想说，哎，我们玩个副业吧，这个闲着没事啊，我去卖点东西啊，这个事儿就别想了，通通要交税，对吧？大型的卖家本身可能就比较正规，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影响不是特别大。很多小卖家就比较麻烦了啊，个人卖家是要按个人所得税交税的啊，这个事儿是要比这个企业要高得多。你比如说吧，我今天在这儿做自媒体，其实自媒体这个按道理说也应该报送啊，但是我并没有看到 YouTube 有没有去参加报送这件事情啊。这个如果我是个人，那么我收到的所有 YouTube 给我的钱，我就要按个人所得税去交。如果我这儿有一公司呢，对吧？那我比如说去买了大疆的设备了，我这就可以把它记成成本，对吧？然后几年之内把它折旧掉，这个是可以去抵充大量的这种税务的啊。这个个人你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对吧？而且企业的话，你还可以做这个增值税，对吧？这个我是9块钱买的，10块钱卖了，我只需要对增加这1块钱去交税就完了，其他其实你不用太管。所以啊，这个有一些可能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就可以考虑是不是这个去做成一个企业了啊，该注册公司去。所以呢，也别再惦记什么税后收入了啊，税后是睡觉的税啊，税后收入是这个副业这些东西呢，通通都要交税啊。现在国内的商业环境还是一个稳中向好的一个环境吧，就是很多人还是在找这些。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这些做副业的人啊，都是把副业当主业做，对吧？你像我现在在这做 YouTube。我没工作呀，对吧？我就坐这儿做 YouTube， 这就是我的主业，对吧？这个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在做的事情，因为他没有工作了啊，很多的人并没有再重新走上工作岗位。现在的国内呢，叫网约车订单啊，这个过去1个季度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0%多啊，就是过去3个月每个月大概都是22%、23%的往下掉，而跑网约车的司机呢，比去年同期超出了10%，所以呢，跑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个打车的人越来越少了，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本该做滴滴的这些商务人士失业了啊，去开网约车了；本该上饭馆吃饭的这些人呢，也失业了，跑去开饭馆了；本该去吃盒饭写字楼里的这些，本该吃盒饭写字楼里的这些牛马呢，都跑去送盒饭了啊，这就是当前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呢，甭管你是开饭馆的、跑网约车的，还是送盒饭的，通通都属于咱们这一次讲的这个事儿啊。因为不光是电商啊，这些配送平台啊什么的，这些人通通都要报送啊。报送完了以后，这些人的收入都老实交税去。那么如果还想做电商的话，就不要再惦记化整为零了啊，老老实实注册公司，老老实实做账，老老实实的交税，财务人员可能就有事儿干了啊。当然也有可能不需要财务人员 ，AI agent 也可以把这一部分搞定。
那么到底影响了哪些人呢？对吧？是不是这一锤下去了以后，这些小店家啊，或者是这些跑网约车的人，其实跑网约车的人肯定是跟他们有关啊，但是关系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他的收入吧，是要报送的，但是呢，有一些平台是直接代扣代缴了，对吧？就是他算个人所得税嘛，我就直接给你扣掉了啊。那么这块的话，人家原来已经交过税的，就关系不是特别大。那么为什么这一次专门讲电商呢？因为电商原来坑多，对吧？买东西没发票，然后这个低利润，然后刷单啊，这些东西都属于是无可补救，这个没法整啊，跟网约车这个还不太一样。中国电商到底有多大呢？一年的营收大概是15万亿人民币啊，还是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大的数字啊。别看钱不是很多吧，你跟整个 GDP 啊，跟这玩意儿比起来不是特别多，但是它关系到3亿人的就业，对吧？非常非常多的人在电商的上下游里边从事各种各样的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哎，我们今天又给他来了一小锤啊，那么这就稍微有点费劲了。现在呢是亚马逊啊、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抖音、快手都去这个备案去了啊。有些人说我做独立站行不行？我自己做一网站啊，这事儿有人管我。你如果真的网站是从头做的，那没人给你报送去啊。你说我到这个亚马逊云、谷歌云上我租了个服务器，然后我生在那儿搭了个电商平台，自己在那儿卖东西，这个没人管你啊。你自己去报送啊，自己如果不报的话，一时半会儿也逮不着你，除非你做的很大。但是你说，哎，我在 Shopify 上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种独立站平台上，我去做的这种独立站的子站啊，这个事儿呢，你就准备被报送吧。Shopify 已经完成登记了啊，正在准备报送材料，10月31号之前应该会报上去。就只要有平台的都要被报送啊，这个他们算什么叫撮合啊？叫交易撮合平台。那么先提交平台基本信息以后，然后就可以去报送了。现在呢，就6654家平台提交了自己的基本信息，像刚才我们讲的 Shopify 就是已经提交基本信息了，对吧？还没有去正经报送呢。有4100个平台已经完成了商家和个人的涉税信息报送。有人说这有这么多平台吗？对吧？咱们不就是刚才讲的亚马逊、虾皮、什么淘宝、天猫、京东、拼多多、Tmall、TikTok 什么这个抖音、快手，还有什么呀？对吧？怎么会有4000多个呢？对吧？这个不仅仅是电商啊，电商平台算是其中一个。然后网络直播平台也是需要报税的啊。然后饿了么、滴滴、美团啊，这些通通都需要去报。你这里头有人接外卖啊，有人接单啊。啊，开小饭馆你给人配餐了呀什么的啊，这些平台通通都会给你报上去。还有民宿平台啊，你说 Airbnb 啊什么这些民宿平台通通都要报送啊。这儿有一民宿，他们租房租了多少出去啊，几间房收了多少钱，通通都要报送啊。灵活用工平台，对吧？包括各种的服务聚合、交易撮合平台都需要报送。什么教育、医疗、这个旅游啊、咨询、培训、设计、演出、广告。翻译、技术服务、网络文学啊，网络文学的话，那这个谁啊，像什么起点中文啊什么的，通通都需要去报送了啊。还有像什么游戏娱乐啊，这些通通都要报送。所以呢，有4100个平台已经报送了，6654家平台已经提交了自己的基本信息，准备去做报送了。那么大家最害怕的是什么？叫重点关注与核查机制啊，这是大家最害怕的。那么账目如果对不上，就会进入到重点核查清单里去。一旦重点核查了，那就有可能会要求倒查3年到5年的账目啊。那这个事儿就真的要死人了，对吧？你说我就这1个季度的，那这1个季度你大不了罚点钱就完了呗。但你要查我过去5年的账的话，这玩意儿那没法整啊。还有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数目比较大的这种啊，你说我就小商家。也没卖多少东西啊，那这个可能人家也懒得理你啊，征收是有成本的，对吧？跟你折腾半天，最后收不上撒不了枣来啊，没必要的事儿，对吧？那么还有一些人呢，缺靠山啊，那你说做电商一定要有靠山吗？那我上哪儿找一靠山去啊？你给我介绍一个，不用啊。其实有好多这种叫产业园啊，什么电商产业园啊，什么这种东西，这个现在房子都空着呢，对吧？你跑那儿租个房啊，把注册地址挂到那儿去，你不就算是有靠山了吗？其实。国内很多地方政府的这种产业园
都有类似这种功能，对吧？你只要是往那儿一挂靠啊，那么他就认为说这个事儿行了啊，这个以后再要查税，先跟产业园领导去打个招呼，然后再查，对吧？因为我们以前就遇到过这种事情，说我们下来处理一个什么事儿啊，你看我这一产业园啊，我这保护的，对吧？这个有什么事儿呢？你先跟我说啊，这个我会让你过得去的啊，你实在需要典型，我们交几个给你，对吧？但是呢，你不能进来查来。中国好多事儿是这么干的啊，所以你如果一定需要一个这个靠山的话，找一个产业园去租房子。那么对未来的影响会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就是逐渐的常态化，对吧？这个第一次大家会觉得很疼啊，因为为什么现在好多人在讲这个事儿呢？因为10月1以后是整个这个计划第一次执行啊，第一次被报送啊，这个是大家就觉得很害怕，然后很多的，特别是原来手脚不太干净啊，做这种叫店群，店群是什么？就是一大堆店铺都在这挂单卖东西，对吧？非常非常多。然后呢，都进同样的账号，这个其实是为了刷这个电商的这个叫什么推荐系统，对吧？我要同样的货，然后我用不同的价格，然后不同的描述，然后最后看哪一个能跑得出来。他们干这样的事情，对吧？甚至以前很多人在淘宝上，我只要一搜索某一个商品，前面2页都是我们家的，对吧？他可以干这样的事情，他把这个搜索排名的前2页全占了。那么这些可能未来就会很麻烦。还有一些就是刷单的人。对吧？我做了一大堆的假订单，以前最高峰的时候，淘宝上大概有，据说有超过1半的订单都是假的，对吧？那这些，那我们拿来账算呗，那挨着个你假订单我不管你啊，反正你这个淘宝已经记到这个什么报表里去了啊，那我就找你收税去，对吧？那么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就会非常非常麻烦。现在呢是把电商环节、灵活用工平台这些新的商业形态里边的税呢都要收上来，对吧？以前可能这一块就算了啊，大家这个国家税务局也看不上这仨不俩枣的，原来就是他们主要是盯一些大企业去收税啊，现在肯定不行了，房地产玩不转了啊，大企业可能也都不怎么样了，所以呢就要在这个最底层啊，在这个好好的这个梳理梳理吧。那么该做公司呢，就好好去做个公司啊，不要再惦记自己一个人在这跑单帮了，啊，当然肯定会有很多人倒霉啊，这个是一定会有的。想要继续赚钱啊，就该请财务的就请个财务啊，该建公司的建个公司，顺便呢也入驻一些电商产业园啊，找找靠山，这就是可能未来要去做的事情。最后剩下的呢，一定是杀不死我的，必将使我更加强大的一个状态，对吧？要么走全托管模式，就像 Timo 这样的，或者呢就是抱团啊，一起杀向海外。虽然亚马逊啊这次干的非常非常恶心，他向中国税务局报送了信息，还不告诉商家，对吧？但是这个还是好挣钱嘛，出海电商还是好挣钱，对吧？大家啊离开了原来的工作岗位啊，那么就好好的组建一些公司，到亚马逊上去卖东西，对吧？现在亚马逊上中国卖家的活跃度已经超过50%了嘛。或者说，哎，我们去做 Shopify，我们去做其他的电商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出路，还是有不少的个人和小团队，这个在碾压一下以后呢，可能能够剩下一些更顽强的团队啊，去做中国的电商出海啊，去做一些未来的事情啊。至于说以后中国的电商会变成什么样啊，或者说各种平台会变成什么样，该交税交税啊。像我现在。我的 YouTube 收入是自己把它打出来以后，然后，今年年初已经跑了一趟税务局了，说你看我有这么多收入，我要交个人所得税，对吧？这个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当然你说你让我去整一个公司，我也觉得很麻烦，对吧？你还得雇财务，还得整一套东西，也非常非常烦啊，所以我就当个人所得税交就完了啊，这个事儿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但是至于其他的人啊，你说哎我这儿收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了啊，那么该想一想后边该怎么办了，对吧？这就是这一次啊，这个大量中国卖家撤出亚马逊的一个真相吧。好啊，这就是今天咱们要讲的一个小故事。好啊，后边呢咱们多聊天。跑步回来了啊，老范和大家周末好，你也周末好，这个真的爱锻炼身体。回来啦，回来啦。
对，你们都点赞了没？赶快去点个赞啊！然后，对，华人圈里就有群里让大家刷单的，然后再把钱打回去啊，这个很麻烦啊。你如果在海外还好，如果在国内的话，还有另外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叫帮信罪，帮信罪是什么呢？叫做帮助实施信息系统犯罪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呢，只要是比如说你把身份证借给别人了，你替别人开账户了，就有可能是帮信罪。大家注意啊，罪啊，这个是一个刑事犯罪，是要去坐牢的啊。还有一个罪呢，叫藏匿还叫隐秘罪啊，就是帮人刷单，帮人去这个什么的，在国内是判这个的，等于你是隐秘了这种非法所得或者非法收入的运转。所以这个呢，在国内现在很多大学生啊都被抓的这个非常非常危险，因为很多就是到大学了嘛，这些小孩又有手机对吧？有这个身份证，有这个各种银行账号都有对吧？他就可以帮人刷脸啊，做事情，而且上大学呢他也不会太笨啊，你告诉他做一个稍微复杂点的事他能做出来，对吧？还比较方便组织，也很容易可以找到一群这样的。所以呢，现在有一些特别是不太好的大学里头，对吧？成片成片的学生因为帮信罪啊，因为这个他叫藏隐、藏匿还叫什么，我忘了那个罪啊，就这2个罪名啊，都是跟这个刷单啊，或者叫跑团啊，或者跟这个相关的罪名。等于大学还没毕业呢，身上先背上这个违法记录了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啊，对了啊，塔主啊，你们比如说原来在什么平台上去给人这个收钱啊什么的，你们也会被报送的啊，提醒你一下。今天是讲买卖的事儿了，好困啊，点赞了，明天再看录播，好，没问题。销量到多少要报税？销量多少都要报税啊，它这个销量并没有限制，只要你在上头报啊，只要你在上头卖啊，这个你就会进入到这个报送的机制里头去啊。报送上去了以后，你说我就卖了这个一盒饼干啊，或者就卖了一个什么东西，总共挣了5块钱、10块钱的，那么在这个税务局里头可能也懒得理你啊。但是你说，哎，我这个卖的比较多了，税务局可能会愿意管你，但是报送通通都报送上去。居然赶上直播了，这咱经常直播。为什么大家不去香港注册公司就规避了？反正香港没有限制。香港，你在香港注册的公司，人家照样不给你报送回来。你比如说你在亚马逊上做店铺啊，然后你是香港公司做的，他只要是股东是中国人，通通都会报送的啊。所以不要想着说，我在海外注册公司就不会被报送，一样会报送上去。而且这种有可能会被重点监察，所以咱们就怕这个。对吧？你说，哎，你懒得理我，把我放过去了啊，那就拉倒了，啊，你要盯着我看，那这事儿那浑身都是毛病。我们家孩子的万圣节衣服已经1个月了，还没到，已经是第2家到不了的了啊。那这个事儿没办法，现在传过去也费劲啊，对吧？但我估计这种衣服有可能走空运的。香港只要交20%红利就完了啊，资金不要归案归集回案不就完了吗？这个你报送完了以后呢，税务局就觉得你这个钱即使没回来，他得问你说你为啥不回来，对吧？这个事儿不是那么容易的啊。雷军如果好好干造车啊，尽量少在网上胡说八道，就至少不会让他讨厌啊。任正非老爷子特别聪明，不喜欢在网上露面。下边不是还有余承东的吗？对吧？余承东没在网上露面嘛，对吧？任正非我觉得就属于比较坏啊，他就找了一条狗在外边咬，对吧？他在后边看着。硕鼠，孰食我属是，无食我属是啊。就这些人原来把这个税都偷了吗？早上节目能不能早点放？8点半社畜都开始打螺丝了啊？为什么这么早打螺丝呢？好奇怪啊！
像我们以前都是10点上班了。可以注册个体户，是的，就是有一些人可以去注册个体户了。但是如果你一批量的去注册，其实中国有好多事儿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去注册个体户，这事儿没毛病，对吧？但是呢，如果有人说我们成批的替你注册一堆，就有问题，就跟这个翻墙似的，你自己翻其实算是个灰色地带吧。但是如果你帮着人家翻啊，那这个事儿妥妥的违法。虽然说线上销售过去一直是税务死角，但是这一块是很多人生活兜底的地方，金税四级妥妥的要劫贫济富。其实最应该抓的是那些资本离境税，那不行。大家要注意啊，这个法律呢都是既得利益者制定的，而能够带着资本离境的这些人呢，通常是既得利益者。用虚拟货币交易，货物走灰色渠道，这个买单出去，这个现在其实义乌那边非常多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是什么呢？收的是美金啊，他也不是说收虚拟货币。你像亚马逊也不可以给你不会给你虚拟货币嘛，他也是给你美金。然后呢，他们从新加坡的账户或者是香港的账户呢，再往回打这个虚拟货币。对吧？这个义乌每年的那个就不用每年，每个月的虚拟货币的这个就 USDT 的交易是非常非常巨大量的啊。现在呢，政府是准备去收拾他们，但是你一旦报送了以后的话，那他们就有可能会被收拾啊。那么他就会政府就来了，说你这个票东西哪来的？你从谁家买的？你买的这钱是怎么付的？对吧？他就开始要去查你这些账了。就这个东西是不经查的，因为你最终还是在国内你生产的东西。对吧？然后你买了东西以后到国外去运嘛，你还到国外去卖嘛，对吧？那么你这个账务中间是怎么走的，一定会被抓住的。税务部门最近这几年确实把羊毛往秃了薅啊！我妈退休后给地方某机关干点活，去年开始首先必须挂靠劳务公司，这个其次收入要交5%，不可能交50%的税吧？你能挣多少钱啊？个人所得税到头好像就35%到40%吧，不可能有50%啊，对吧？而且这个劳务公司其实没必要挂靠的，你就说我就个人的，然后你给我劳务费，然后我就交税就完了，或者你代扣代缴都行，就是让公司直接代扣代缴就行，这个是没问题的。是的，我们很早之前就要报送了啊，平台都倒了2个了，但是好奇啊，Stripe 这样的地方会报送吗？Stripe 不是，Stripe 是一个叫什么呢？Stripe 是一个这个支付平台啊，它不是电商平台，对吧？Stripe 自己不卖东西的，他手里头都是这种叫做支付信息啊，他应该没有报送义务，这个我查了一下，好像没看到他。就会 CRS 一样啊。第一个问题你的身份，解决这个问题也是改掉你的身份。我告诉你，这个中国其实在这一块原来算松的，你弄到日本、弄到德国、弄到加拿大、澳大利亚这种地方去，那税更重，而且一点都不能跑，跑了以后罚得更狠，对吧？这个老觉得中国税收的越来越严，其实国外比这儿严。香港身份开的公司啊，香港身份开的公司会好一点。对你内地身份开的公司都会被报送的。记录显示，衣服在海关已经3个礼拜了，那是不是海关停摆啊？就是这个叫什么？美国政府不是停摆了2周了吧？这是。现在川普不号称说准备创造记录嘛，创造历史，说我们要做停摆最长的一次，对吧？上一次停摆最长的应该是35天啊，那么35天之内估计是开不了了。我觉得帮信罪小地方抓的不严啊，我朋友拿银行卡借人洗钱，最后被查进去，大概坐了3年，我天，后来花5000块钱就没事了。这小地方呢，就是还是看你能不能找着关系呗。如果你要是外地去的，你又没什么关系，那真的是弄死你没商量。香港也不是法外之地啊，这个香港有香港的规矩吧。香港其实税要比国内重啊，而且要严。要么香港身份，个人只收10%所得税。香港是这样，就是你个人收入是少，但是它的其他的东西其实税不少的。
啊。然后这个香港呢，现在大部分跑去香港身份的这些人，实际上都是双重身份，就是并没有放弃大陆身份，都是香港像类似于永居似的，所以你还是个这个中国国籍的人啊，大陆国籍的人。我一批键帽已经5个月了，还在海关5个月了，那你这个不是让塔主彻底伤心了吗？我觉得这个看过了，个体户干点年营收几十万以内的生意可以的，多了就很敏感了。是的，就是千万别多啊，这个是小一点的，其实别人也懒得理你，除非你去一些特别穷的地方。香港公司、中国公司，你在中国这边拿工资和利用中国公司享受比较低的社保红利放香港就好啊，这个别想这么多啊，这种空子没那么好钻，关键还是看你到底有多少钱。是地方机关不允许和个人业务签业务协议啊，交50%是因为是工资外收入，这个我觉得不太对头啊，这个是有问题的。香港之前也是有企业性质的问题，红利不归集就是没有问题啊。这个香港呢，你这个别教人钻这空子啊！你出了事儿以后，你负责任吗？中国就是在学美国啊，这几招都是美国惯用伎俩啊，是吗？好吧，反正现在大家相互学习，我觉得美国也在学中国很多东西，也很有趣。哼，PayPal 报送中国用户支付信息吗？PayPal 我不太确定啊，因为这个主要是看叫交易撮合平台啊，并不是说这些这个支付平台啊，支付转账的平台应该不好说，因为它并不太了解这个交易到底是怎么做的。香港是资本税比较多啊，好处是只要交税，资本自由进出啊，可以，所以是金融自由港，是这样的。但是它好像资本利得是没税的，我忘了是香港还是新加坡是没有资本利得。个体户报税比较自由啊，找财税公司做一下账就好了啊，就是发票很麻烦，发票你可以到那个税务局去代开啊，这个事儿是可以的，就是麻烦点。税多少是一个问题啊，关键税收要花在这个税收这事儿咱就甭管了，这个我们就当是自己是光荣的纳税人啊，我们这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了啊，其他我们就没法再讲了。感觉啊，这个财税公司又有业务来了啊，这个是真的，这个是真的，就是肯定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做的事情啊。我记得这个原来我是惦记把这个弄反了，我原来是惦记把我的那个 YouTube 账号放在新西兰的，然后呢，那个我新西兰那个哥们儿就是说不行，他得每年还要找这个人去给他做税，这个成本还挺高的。我说那算了，不跟他费劲了。为什么不是正的？我这怎么放？它这个都不是朝上的，这个是朝下。再转90度，这个算朝上吧。前阵子一个朋友自己在客厅开小补习班，16万收款就被自动冻结账号了，那这就是这样的，你给账号冻结了也是一个很烦的事情。他的这个，这回是正的了。川大爷第2届各种决策，确实看起来有我天朝风范的影子，绝对的，绝对的。香港没有资本利得税，对，我印象里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就跑到那儿去发股息啊，做什么这些事情。全世界最强的2个学霸
开始相互抄笔记的时候，全班寸草不生啊。这个要问欧盟和日韩的人啊，他们是不是寸草不生了，对吧？这2天还在传什么，就是新西兰，啊，本来要在韩国交了定金去造这个 LNG 船的，交完了以后说算了，我定金不要了，我上中国接着造去吧，对吧？这个也是中国在对韩国进行一些制裁和处罚之后，对吧？人家就想明白了，说我还是用中国船吧，造着又便宜，对吧？质量也还行，然后进中国港口还不要钱，他也不去美国，就这样了。加拿大、美国之前就是这样啊，我记得 CRS 第一批开始倒霉蛋就是温哥华的华人和多伦多的香港人，这就是为什么华人有钱人在国内房产基本，都是对美国隐蔽啊，要不然租金的问题就来了啊。等于就是说你在国内房产的这个租金你是不向美国报税的，然后美国也收不到这笔税，那这个未来就会比较麻烦。你像我现在是这样，就是YouTube 要求我每年年初的时候，就是要向他交这个叫中国税务公民身份证明，对吧？这个东西是必须要到税务局去开的。就是我去年就是2月份吧，跑到税务局去开的证明，盖了章出来，然后扫描了以后向那个新加坡去发，然后我才可以正常变现啊，否则没法变现的。股息啊，只收所得税啊，是这个具体税务在香港就不是那么了解了，但是这个咱也没有股息，对吧？这个就不知道了。好啊，这个故事就讲到这儿，然后呢，问题呢也回答这些，后边呢咱们就准备闲聊了。啊，咱们聊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啊，就是最近国内又开始各种厉害了我的国了啊，这个厉害在哪儿呢？第一个就是咱们早上起来讲的这篇，啊，这个中国在海运上啊，昨天讲的那篇就是海运上，对吧？美国制裁中国，中国也制裁美国啊，最后看谁厉害，对吧？中国的港口比美国的多啊，中国的港口吞吐量比美国的大啊，那么这个大家要去2选1了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稀土制裁啊，这一次呢，据说有一个原料叫做蓝啊，一个金字旁一个，这个蓝字还挺复杂的啊，它那个叫做什么呢？是 La 啊，就是它的这个叫是元素的这个名字叫 La 啊，它叫蓝。然后这个东西干嘛使的呢？做芯片的，这个32纳米以下的芯片都需要用蓝，然后呢，到5纳米以下的芯片呢，是需要用99.95%的蓝啊，就必须特别特别纯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只有中国产。然后现在中国说，你们想要这东西吧，上我这儿来报批来啊，这个挨着个给我拿 WPS 写中文的申请文稿上来，写完了以后我们批准了，你才能拿去用啊，我不批准你没有了。那么全世界需要这玩意儿的公司呢，就是台积电，是吧？台积电你以后想进口这个蓝啊，你就得老老实实上我这儿来审批来啊，审批不过就没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在开心这件事情啊，这个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也不是说一点都不产吧。第一个呢，产的这个量很少啊。第二个就是说它的叫什么呢？它的价格很贵。还有呢，就是它的纯度不够，就是最后这个99.95%的这个蓝大概就只有中国能产啊，其他地方没有，其他地方是这个纯度要低那么一点点。而且呢，这个你说转口贸易，这个蓝这个东西呢，就是必须放在惰性气体里头保存，才能够拿去用啊。一旦是暴露空气或者什么的，就直接废掉了。所以你运输的时间越长啊，经过的手越多，它这个纯度可能就又有问题了。所以以后呢，大家就相互卡脖子啊，你们不让我们有先进制成的这个光刻机啊，或者光刻胶，你来卡我们，那我们就卡这个。看看，哎，你们居然要用一种叫蓝的东西，这玩意儿我产啊，我们就开始卡你。所以现在咱们就开始做这样神奇的事情。所以现在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就是厉害了我的国啊。然后还有一个厉害了我的国的故事是什么呢？是这个美国制裁中国的食用油啊。后来查了查，说咱们向美国出口食用油吗？可能除了华人超市这些之外吧。中国向美国出口的最主要的东西呢是地沟油，就是
美国的航空公司呢，把地沟油买回去以后炼生物柴油，还是生物煤油，我搞不清楚啊。然后要求是，减碳要求的，实际上是做补贴的。所以在国内地沟油大概是1吨1万块钱还是多少钱啊？然后在国内的大豆油是1吨9000块钱，就是新油。所以现在地沟油比那大豆油还贵呢，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把这事禁了呢，就欧洲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国家就会买这些油回去做碳减排啊，所以现在还有这样的一个神奇的故事。好，我们再看啊，这个我们家给过人头账户，就是这样啊，有人房子少，直接回国拿钱花就好了啊，好吧。刚查了香港的薪水收入，19年的标准，最高是17%，真的是很低。香港，哎呀，香港别的贵啊，房子贵啊。今天股票亏麻了，对，今天是全线下跌啊。这个好像是我觉得2个原因吧，第一个是比特币这个事儿肯定是有影响的，它等于是一个信誉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美国好像有2家地方性银行爆雷了。所以呢，可能就会，大家就要小心了啊。感觉最近防火墙更高了，还好吧？你看我今儿聊了这么半天，感觉整个的网络还可以啊。能不能剧透一下，美丽国是不是已经拿到了？怎么拿币就能拿？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吧？到至少现在为止应该还没有。对吧？你真的这个索尔算法应该至少我估计5年到10年之内是不可能跑通的，所以他们用的方法应该是缴获了云服务器啊，就是他把这个服务器和云服务器整个都拿到了，然后对这些文件进行了大量的破解啊，它只是并没有说去破解这个比特币的这个公钥私钥啊，而是还是找到了人家存的这个私钥啊，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个过2天去学习一下吧，看看是不是跟大家讲一讲。说美国制裁中国芯片啊，中国最多变蠢，中国用稀土制裁美国，美国会变智障。其实也没有了，就是稀土这个东西呢，最大的问题是生产的时候污染非常非常严重啊！就是美国人之所以自己不产，就是因为污染实在太重了，对吧？它需要大量的电，而且呢会排出很多的废气废水。你在处理这些废气废水，这个成本就很高了。国内可能很多地方还是环评稍微差一点啊，就是环境评述稍微差一点，所以呢这个成本并没有那么高啊。所以一旦美国说我下定决心自己造的话，那它最后一定会亏得很惨。等它真造出来了以后，咱们再低价倾销呗，对吧？那你看谁愿意投资干这个事儿，对吧？这个就很痛苦了。CRS 最大是不能有金融账户，2016年前没有支付宝等股票、基金、银行，只要是有账户一定很惨啊。现在其实我觉得各种跑账户的方式还是很多的吧。你的好朋友这个散人老师说买小米的脑子有瓦特了，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买什么东西都是个人的自由了，对吧？我也并没觉得小米汽车怎么样，而且我觉得小米汽车在国内的各种电动车比起来吧，还算做的不错的，对吧？你看跟谁比？你说哎，我非要跟特斯拉比，对吧？比特斯拉肯定差点这个咱们要承认，对吧？小米汽车肯定也不是天下无敌啊。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哎呀，你居然买了个小米汽车，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或者你居然买了小米汽车，你是不是雷军的这个铁粉？啊，雷军这个打个喷嚏我就要直接上吊自杀那种感觉，这个他们就没法接受有人不是二极管嘛，对吧？这个有些人说我就不喜欢小米汽车，那有什么关系？我们也要承认这个接受这种人，对吧？这个都无所谓的呀，对吧？你像我不喜欢小米手机，这有问题吗？没问题啊，对吧？有些人说我就喜欢小米手机，还有人说我就喜欢华为，我也不喜欢华为手机，
这都没毛病啊。我觉得这个有什么问题呢？他那期节目其实我看了啊，他说你看特斯拉就没烧死人，特斯拉也烧死人，特斯拉烧死人的事故至少5、6起了，对吧？这个只是时间长了他忘记了而已。看黄金价格啊，就能看出有多恐慌。对啊，好像4200了还是4300了，对吧？这个确实是很吓人啊。这个一克涨了快100块了啊！我讲的是1盎司啊，这个是国际金价。如果比特币能够被美国收缴，那么比特币存在有意义吗？这个意义在哪儿？其实，我觉得你想太多了啊！有什么东西是不可被收缴的呢？美元能被收缴吗？USDT 能被收缴吗？什么东西都可以被收缴，对吧？只要说我们愿意在一个规则内玩耍就可以了，不要有太多的这个啊，我一定要这别人没法收缴的东西，何必呢？你到底想干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才要比特币，才需要这个完全不可被收缴的东西？我们是愿意在规则范围内守法经营的啊，该交税交税去。PC 内存和 SSD 价格大涨啊，涨呗。这个我前几天刚买的4T 的 SSD 还是很爽的。现在很开心的在网上下载各种各样的电视剧，只是下完了以后没空看。稀土管制主要是那些适用高精尖的啊，一般民用的没太大变化。就是大额交易的审批时间变得捉摸不定啊。是这个事儿呢，反正就是我们要审啊。这个原来是自由贸易，我们现在每样都要审。审了以后呢，我就今天开心就过，明天不开心就不过呗。鉴于稀土是大规模矿物生产的副产品，美的想要翻身希望比较渺茫，也没什么渺茫的吧。这后边就是看到底是不是有决心脱钩了呗。你要真脱的话，也就脱了呗。讲起车，下午在老城区看了一辆特斯拉，贴着一位骑电驴的，这个老人后面啊，快速晃动车身挑衅啊，逼老人让路。旁边全是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有问题的不是车的品牌，有问题的是那些用别人的生命炫耀电车性能的神经病。但这事儿都没法整啊！你特斯拉出了事儿，大家就觉得应该的；小米出了事儿，就觉得十恶不赦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人还不愿意承认自己心里头有这个偏见，那也就只能如此了。4T 多少钱？好像是1500还是1000几，我忘了，1000多块钱吧。速度贼快。其实国内科技界最大的2个对立这个拥趸群体就是小米粉和华为粉。苹果用户一般都不说话，你们爱说啥说啥。对啊，这个小米跟华为其实相互之间还好，但是真正怼来怼去的，我告诉你是比亚迪，还有华为、小米，还有像什么吉利，什么这几个车企其实怼的比较猛，对吧？手机厂商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钱去做广告，车企才有好多钱去做广告的。但是雷军呢，就像卖手机一样卖车，对吧？他也没钱，没花起广告费，那就只能被人骂。原来呢，他还天天出来维护一下这个声誉，现在他也不出来了，那只光剩骂的了呗。台湾明星林志颖开特斯拉出事差点被烧死，还好被路人救下来了。对呀，这个有些人就不记得这些事儿，那就说啊，你看这个特斯拉虽然也撞车，但是没烧死人，这就是散人的原话，对吧？但是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记住所有的事情，我也没记住，我也是后来在做节目之前查了一下才知道，哦，有这些事情，对吧？这个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就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偏见。你会员区里的 N8N 教程很吸引我加入会员。这个，如果光为了看 N8N 教程，你就别加了，对吧？这个外边有免费的。1500元4T SSD 价格高了啊！我999元是买了2根4T 的啊啊！这个不应该吧？你这是什么时候买的？我原来买过4T，我上一次买4T 的大概是1000出头，那是我在我的 PS5上买的。当然这次的应该是1500，我记得是我看看我查一下啊，这个我查一下。
应该是，我的，哎，预约是什么？咦，在电脑的抖音端好像是没有商店的吗？我的哎，商品，这个好像没有，我找不到了。这个，哎，好奇怪，手机上有啊，手机上有，头条，没有。对，在 PC 端啊，在 Mac 端你是找不到这个电商的东西的，我记得是1500，能下十来个3A 游戏啊，是。对，我现在弄完了以后，把 Steam 上原来能够买的这种在 Mac 端能跑的游戏都装上去了，啊，但是有一些我发现这个 Steam 游戏装在这种移动介质上是跑不起来的，啊，比如说像《文明七》啊，在这个上面跑不起来，你把它挪到这个本地硬盘上就能跑起来，搁在这里就跑不起来。这个我问 ChatGPT 说，很多人都反映了啊，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试了半天也没试明白。现在的小米就是曾经的特斯拉，对啊，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看电视机械盘足够了啊，我这个不是看电视，我这个是，还是要剪片子啊，剪片子拿机械盘肯定是跑不起来的。现在小米二手电动车都是降价卖，很多搞二手的商啊都亏麻了。其实我觉得二手商亏麻了呢，并不是小米的问题。现在有一帮人也要快亏死了，是什么人啊？就是这个原来叫给餐厅收尸的人啊，有一帮人就是别人餐厅干不下去了，他跑上去给你的这个什么咖啡机啊、各种的除噪具啊、什么冰箱都给你收了。然后这些人现在也干不下去了啊，因为原来就是你这头收了，那头就能开出去，有新的这个餐厅开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买这些二手的设备，然后呢再倒闭，然后你又再把它收回来，然后再开的时候你再能把它卖出去啊。原来他们能干这个事儿，现在呢等于是光倒闭啊，不开新的了啊。那么这些人现在也玩不下去了，所以现在其实是整个经济的问题。作为一个路人啊，感觉其实小米的角色虽然看起来有点二，但确实好用。对于小米17系列，网上最大的嘲讽声音是针对背屏，但是人家一样卖断货，小孩尿尿各有各道，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反正小米17那个手机，我是觉得真丑啊，但是丑完了以后，人也确实都卖了。小米我是看到他们的平板我有点想买啊，小米平板8 Pro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卖的也不贵，4、5千块钱吧。然后呢，为什么想买它那平板呢？它那平板上可以打 Steam，它把 Steam 装进去了以后可以打游戏啊。但是后来我去店里看了看，它只有11寸的啊。我说你能打游戏，你还不整个13寸的，或者是大一点的？然后呢，做薄一点，它做的还巨老厚。我说你这就太过分了啊！三星是出了一款新的平板，叫三星 Galaxy Tab 几来着，我忘了啊。就是它那个是13寸的，特别轻薄啊，比那个 iPhone Air 还薄，对吧？这个我就觉得很棒。如果这样的平板上可以打游戏的话，可以打 Steam，我会动心的。SSD 的啥牌子的这么便宜啊？前一段三星2T 花了99，你这事儿就没法整了，你弄到欧洲去都贵。我这个好像也我忘了什么牌子了，好像是这个牌子啊，这个就是跟这个是一个牌子的，叫 叫 Lexar 还是叫什么？就是这个牌子啊。麦克挂尿袋很正常，是的，我现在也懒得去那个什么去。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专门给人修麦克，把这个麦克拆开了以后，把人原来的盘拆下来，然后再焊俩大的上去，啊，有人干这个活儿，价格也不贵，但是呢，一旦干了这活儿以后，你这麦克就没有保修了，你就永远在他们那儿修就完事儿了。
小米的车如果不行，第一个应该承担责任的除了小米，还有监管部门，消费者没有义务承担监管责任。但中国的监管部门是从来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啊，他们只管啊，他们只有监管的权利啊，没有这个承担后边的义务。京东代卖汽车咋看？挺好的呀，卖呗，万一他能卖掉呢？就是淘宝上也卖车，拼多多也卖车，对吧？都卖车。这个既然有流量，你能卖点车，卖点什么不行啊？实验了目前所有的灭火方式，EV 火，这个不可用任何灭火器扑灭，哪怕是锂电池灭火器，好吧？你像特斯拉运输，因为特斯拉在上海产的好多车是要运到欧洲、运到东南亚去卖嘛，他们运的时候会把那电池拆下来，然后专门把电池放光了电，然后装到一个防火袋里，然后呢，这个运一个空车，运一堆电池过去，然后到当地以后再把那电池装上去，重新充电，对吧？这个电动车过海，其实最核心的问题是要把电放光，或者尽可能的把电放光啊。你如果是满电的车出去，是容易出问题的啊。你把电放光了以后会好很多，但是你想，你是要靠这个电车自己的电池把这个车开上去的，还要把它开下来，对吧？如果你放的很干净，然后上去了以后，啊，你晃荡很潮湿的环境，晃到美国去了，或者晃到这个加拿大，晃到这个墨西哥去了，你开不下来了，这事儿就恶心了，对吧？你还得现场充电啊！你像那么多的车，1万辆车装在一个船上去，你咋给它充电啊？这事儿没法整。不光 SSD，PC 的几大件都在疯狂涨价，是吗？这个我还真没研究哦。1000出头就是跟我差不多时候买的，2年前 SSD 价格折半啊，那个时候简体区吹长江存储芯片国产化后打压价格，打破外资垄断，现在这情况可以吹，又不喊长江下场平衡物价了啊，十分的可笑和打脸。这个我们现在我们接着吹啊，我们现在吹叫反内卷，提升价格，提升利润，对吧？这个什么时候都可以吹，没有问题的。你这个叫吹牛，还能找不着词儿吗？备品好像很吸引女生，这个销量不错。这个他们是拿着做这个自拍用吗？其实我一直觉得小米的那个就是那个折盖就是这个小折叠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太贵了啊！这个应该是6000多还是7000多一个？如果他那个手机3、4000的话，我真的有想去换一个。突然想起那些 App Store 出海的，应该也要报税了吧？哎，说对了啊，App Store 的应该是要去报税的，这个应该也在这个报送范围内。对，雷克沙啊，在国内叫雷克沙。说到底都是生意啊，全世界内存颗粒都在涨价，长江不涨才奇怪了。是的，那就涨呗。Steam 平板啊，别想了，大多数游戏根本跑不了。对，它反正是能够跑一部分游戏啊，并不是都能跑。最近我看大家在吹这个，就是 Xbox 掌机啊，就是跟华硕一块做这个 Xbox 掌机啊，因为是微软自己做的这个专项优化，据说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现在这个眼睛呢，就是所有拿在手里的东西都不能戴眼镜啊，因为老花的很厉害。三星肯定贵，对，国内三星也贵。你像我在国内要买这个4T 的三星的话，应该到快2000了啊。山寨中的名牌哎，这个其实还是看颗粒。本来就是啊，那些吹非要说国产牛逼的，哎呀，这个我觉得国产咱们就是便宜了呢，咱就别吹牛逼，对吧？这个咱们就逮了便宜就不要卖贵就可以了。锂电池烧的是自持的啊，没办法，是的，它自己产生氧气，自己产生热量，这个真的没招儿，不需要外部供氧，是的。这个确实啊，我们单位因为某些原因找专家论证过，汽车电池的事情啊，结论就是只能等烧完了，以及把周边可燃物清理干净，没有什么其他办法。光涨价格啊，不涨工资，
工资这事儿就别想了。我觉得前一段时间，就前面几年吧，其实中国整个的物价指数没怎么上涨的啊，甚至还下降一点，滞胀嘛。但是，一旦开始上涨，会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中国就是经常是治理什么啊，我们害怕这个降价，害怕滞胀，我们就使劲治，使劲治。然后等到这个涨起来以后，你又治不住它啊，这个是咱们的一个常态。说起存储这事儿啊，之前一张闪迪的 TF 卡坏了，问豆包才知道是终身质保，果然申请售后换了一个。闪迪还有这样的吗？啊，我现在手里还没有闪迪的卡了，我现在都是三星的卡和这个雷克萨的卡，而且雷克萨的卡我觉得真不好使，就是我是买了一张那个他们家的这个 SD 卡，非常非常差，比三星那差远了。EV 燃烧有个更大的风险是产生的烟雾，对，它这个还闪爆，而且它的烟雾是有毒的啊，这个非常危险。所以那些独立开发，要么开个个体户，要么让收益沉没在香港账户，沉没没用啊，因为它一样会找到你，还是会要求你报税的啊，这个你是跑不掉的。这个只要你是在国内，都是会被找到的。它的节目的实验应该是什么啊？只能控制周围热辐射啊，不要让周边受更大的影响啊，好吧。现在网上对 XP 掌机系统的评测来看，Windows 系统层面根本没做任何优化。哎，我昨天看了几个评测说，在 Windows 系统上还是做了这个优化的，要比原来这个谁就是ROG 原来出的那款掌机，就是纯 Windows 的掌机，还是要待机啊，什么性能要好很多的。巨硬根本没有为掌机单独定制一个 Windows，它呢就是不叫定制 Windows，它只是说在任务上做了调度，对吧？你比如说上来它就是全屏啊，而且呢你开游戏的时候，它会把后台的很多东西杀掉，大概是这么干，就是类似于 Xbox 那个操作系统的玩法，是这样的。什么呀？存储坏了，用户怨气最大的是恢复数据，免费给换都不能消气。这个我觉得是 TF 卡这个东西呢，你还是要及时备份啊，这个考卡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啊，这个咱们今天聊1个多小时，然后后边的话让我周末再想想讲什么吧。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这不矛盾，只是跟 ROG 上一代比强啊，而且 CPU 只强了不到20%。是它怎么说呢？掌机这个事儿，我觉得反正我个人是没有什么购买的意愿的。看了极客湾评测，Win 应该是高度阉割版啊，一些掌机上不用的都切掉了，不然怎么跑黑猴呢啊？好吧，继续装药盒，装药盒是礼拜天的事儿了，礼拜天才装药盒呢，今天不装。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啊，感谢大家的陪伴。希望到下个礼拜，我们的关注可以继续上升啊。这个礼拜掉了19啊，现在应该是23个还是24个了，慢慢掉没关系。我觉得每过一段时间，我们需要一个像小米这样的话题，让大家稍微的这个统一一下思想认识。好，那么大家周末愉快，再见。看看我的背景啊，这是一个物流仓库的背景。5个点赞，你应该早点点。